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夜。今天的影片我们要带您深入探讨一个足以撼动人类世界观的话题。一直以来，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宇宙是在约138亿年前，从一个高温高密度的起点发生大爆炸后膨胀冷却而成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大爆炸？那个起点又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的宇宙其实源于上层宇宙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是在它坍缩成黑洞的瞬间诞生的，这听起来玄幻又不可思议。但随着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最新发现，这个惊人真相正逐渐浮出水面。我们身处的宇宙或许正位于一个巨大黑洞的内部，请务必看到最后。我们将用最严谨的科学角度为您揭开这个颠覆你三观的宇宙身世之谜，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有一位物理学家最近抛出了一个震撼学界的新观点，我们了解的宇宙可能是从另一个母宇宙里的黑洞诞生而来的。换句话说，所谓的宇宙大爆炸本质上就是一个黑洞在另一个时空维度中炸出新世界的物理过程。印度米纳卡舍学院的物理学家斯若凡蒂树蛇库马在分析了大量数据后指出，每个黑洞里面都可能孕育出一个小世界。如果这个推论正确，那么我们这个宇宙中所有的物质最初都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是通过黑洞的吞噬作用被传送进来的。这听起来虽然不可思议，但却能完美解释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目前科学界公认黑洞的诞生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超新星爆炸，即巨型恒星走向死亡后的坍缩。第二种是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在引力作用下自我压缩。第三种则是两颗中子星的剧烈碰撞。这三种情况的共同点都是将巨大的质量集中在极小的空间内，进而撕裂时空。树蛇库马认为，当母宇宙发生这种坍塌时，对我们所在的内部而言，就是一次剧烈的大爆炸。此外，这个理论还解释了时间的单向性。黑洞边缘有一层世界，物质通过世界的运动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只进不出。正是这种母宇宙物质落入黑洞的单向运动，导致了我们宇宙中的时间只能向前流逝。就像我们无法看到我们宇宙中黑洞内部的情况一样，母宇宙的观察者也无法看穿世界来观察我们。我们就像是被包裹在一个巨大时空气泡中的婴儿，而大爆炸就是我们离开母体的那一声啼哭。这不仅仅是猜想，更是对宇宙起源最合乎逻辑的物理推导之一。如果黑洞宇宙学只是理论，那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最新数据为此提供了关键证据。韦伯望远镜执行了一项名为先进深空和外星系巡天的计划。天文学家透过这项计划观测了位于宇宙极深处极其古老的263个早期星系。在一个完全随机由大爆炸自然冷却形成的宇宙中，星系的旋转方向理论上应该是杂乱无章的，就像掷硬币一样，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的星系数量应该各占一半，呈现完美的对称性。然而研究团队负责人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利奥尔沙米尔教授却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异常。数据显示，这些早期星系的旋转方向有着明显的偏好，大约有2/3的星系呈现顺时针旋转，而只有1/3是逆时针旋转。这种大规模的整齐划一在统计学上几乎不可能由随机过程产生，它强烈暗示着我们的宇宙在诞生之初就已经带有某种原生的旋转属性。这种现象让科学家们困惑不已，但却与黑洞宇宙学的预测不谋而合。物理学家认为，如果我们的宇宙真的是由母宇宙中一颗旋转的恒星坍缩而成，那么根据角动量守恒定律，那颗母恒星的旋转特性就会被黑洞继承下来，进而传递给其内部的子宇宙。韦伯望远镜所看到的可能正是我们继承字母体的旋转基因。支持该理论的波兰物理学家波普瓦夫斯基表示，这证明了可见宇宙只是更大母宇宙中某个黑洞的内部。我们所在的空间并非无序的混沌，而是一个继承了旋转轴的结构体。这个发现如果被进一步证实，将彻底改写教科书，
迫使我们承认宇宙的诞生并非从无到有，而是从另一个实体转化而来。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旋转结构之中。那么，一个会吞噬一切的黑洞，究竟是如何反过来生出一个不断膨胀的宇宙呢？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刊登于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的前沿理论波普瓦夫斯基等理论物理学家指出，我们必须修正对黑洞中心起点的传统认知。在广义相对论中，起点被描述为密度无限大的点，但这在物理上是不合理的。因此，科学家引入了扭力这个关键概念，用来描述时空在极端条件下的性质。该理论认为，黑洞形成于大质量恒星核心的坍塌，当物质向中心坠落时，密度会急剧升高，但物质内部的自旋与时空的扭力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斥力。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一个被用力压缩的强力弹簧。当压缩达到一个极限密度，虽然巨大但并非无限大时，扭力的反抗会战胜引力，导致灾难性的反弹。这个急速反弹的过程会释放出惊人的能量，让物质瞬间向外喷发。对于身处黑洞外部的人来说，物质是消失了，但对于身处内部的新时空来说，这场反弹就是我们观测到的大爆炸。在这个框架下，母宇宙的黑洞，在我们子宇宙的视角看来，其实表现为一个白洞，黑洞是只进不出，而白洞是只出不进。母宇宙的物质源源不断地通过黑洞落入，转化为我们宇宙反弹膨胀的燃料。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在诞生初期会经历急速的暴胀阶段。此外，波普瓦夫斯基进一步指出，这种剧烈的粒子产生过程会使黑洞内部的质量激增，驱动空间变得平坦与均匀。韦伯望远镜观测到的星系旋转不对称性，或许正是母黑洞旋转轴留下的遗迹。这套理论不仅解决了起点难题，还将黑洞与大爆炸这两个看似极端的现象统一在同一个物理机制之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物质在不同时空层级间循环转化的壮丽场景。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黑洞里，那这个世界的边界长什么样子？这就涉及到了黑洞的具体结构。大家应该都看过人类首张黑洞照片，那个橘红色的光环被称为黑洞环面或吸积盘，它是由被黑洞引力捕获、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发光盘状物。而环面中心那个黑暗的区域边界就是著名的事件世界，这是一条物理学上的绝对界限。一旦物质或光线越过这条界限，就再也无法逃脱，必须向中心坠落。在黑洞宇宙学的模型中，这个事件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宇宙的尽头，是我们永远无法跨越的边界。所有关于母宇宙的讯息都被世界无情地隔绝在外，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单向玻璃球体内部。波兰理论物理学家尼古德姆·波普瓦夫斯基倡导的理论认为，当前宇宙已知的每个黑洞内部也都可能是通往另一个子宇宙的入口。这意味着宇宙的结构像是一个无限嵌套的俄罗斯娃娃，一层包裹着一层。具体来说，当黑洞世界另一侧的物质坍缩达到极限密度并反弹时，会形成爱因斯坦罗森桥，也就是俗称的虫洞。这个虫洞通往一个全新、封闭且快速膨胀的时空区域。对于那个新宇宙中的观察者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创世纪。然而，由于事件世界的单向阻隔，讯息永远无法从黑洞内部传播至外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直接观测道子宇宙，也无法看到创造我们的母宇宙的原因。我们被物理法则锁在这个时空胶囊里，虽然无法突围，但这种结构暗示了宇宙的空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无数倍。每一个黑洞的中心或许都不是毁灭的深渊，而是另一个文明仰望的星空起点。这种视角的转换，让我们对那些吞噬恒星的黑暗巨兽有了完全不同的敬畏与想象。既然我们讨论到身处黑洞之中，就不能不提黑洞最迷人的特性——对时间的扭曲。黑洞因其极强的引力，能剧烈扭曲时空。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质量越大的物体，其周围的时间流逝越慢，这被称为重力时间膨胀。
在黑洞的事件世界边缘，这种效应达到了极致。如果你在黑洞旁待上一阵子，再返回地球，会发现地球的时间已经过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在理论上意味着向未来旅行是完全可行的。如果我们整个宇宙本身就是一个黑洞，那么在宇宙中物质密度极高的区域，时间流逝的速率可能本来就不均匀。然而，更让人着迷的是关于回到过去的可能性，这通常与虫洞的概念相连。可前面提到，黑洞内部可能形成连接不同时空的爱因斯坦罗森桥。如果这个通道不仅连接空间，还连接时间的两点，那么理论上它就成为了时光机。但是物理学界对此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目前的计算显示，虫洞本质上非常不稳定，一旦形成会瞬间坍塌。要让虫洞保持开启并允许穿越，或需要一种具有负能量密度的奇异物质来支撑。这在目前物理学中极具挑战，甚至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此外，回到过去还涉及到祖父悖论等逻辑因果律的破坏。所以，虽然黑洞宇宙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时空隧道的结构，但目前看来，通往未来的单程票是物理允许的，因而回到过去的大门依然被严酷的物理法则紧紧锁闭。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幻想，如果在我们宇宙的某些极端角落，比如古老的原生黑洞内部，是否残留着天然稳定的虫洞，或者是更高等的文明已经掌握了负能量的技术，这一切的谜团都隐藏在那些扭曲的光影背后，等待着人类去解开。今天我们跟随韦伯太空望远镜的目光，探讨了一个足以重写人类历史的可能性。我们的宇宙不过是另一个更宏大宇宙中一颗恒星死亡后的余晖。如果黑洞宇宙学最终被证实，这将是继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以来人类认知史上最大的革命。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整个宇宙都可能只是多重宇宙无限链条中的一个普通环节。这听起来或许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像俄罗斯娃娃中的一个微小组件，被囚禁在不可逾越的世界之内。但也请换个角度思考，这意味着宇宙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死亡与诞生紧密相连，母宇宙恒星的终结竟是我们这个生机勃勃世界的开端。但每一个黑洞背后都可能潜藏着无限的可能，这也暗示着生命和文明的种子可能在无穷无尽的维度中延续。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这个理论指引了新的探索方向。如果黑洞真的是通往其他宇宙的门户，那么我们对黑洞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天文观测，更是在探寻世界的出口。韦伯望远镜只是我们睁开的第一双眼睛，未来随着引力波探测技术的发展，我们或许能捕捉到来自母宇宙的更为弱讯号。无论最终证明我们是否真的活在一个黑洞里，人类这种试图用不到2公斤的大脑去理解整个宏观宇宙的勇气，本身就是这个宇宙中最壮丽的诗篇。我们对真相的渴望，对未知的探索，将永远驱动着我们驶向星辰大海。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也对我们的宇宙在黑洞里这个论证有自己独到的观察及想法，又或者你认为韦伯望远镜的观测还有其他未知的发现，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与亲身经历，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与真相。我是星夜，我们下期再见。